你知道吗？你的身体里现在大概有37万亿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边界，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某个庞然大物里的一小部分。那如果我们的宇宙其实也一样呢？先别急着想宇宙，咱们先从一个细胞开始。你应该还记得学生物时学过的那些东西，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还有包围着这一切的液体环境。细胞膜是外层边界，细胞核像控制中心，线粒体则像发电厂，而所有这些结构都漂浮在液体里，彼此交流运作。听起来挺普通，对吧？但现在我换一种方式再描述另一样东西，一个拥有明确边界的封闭结构，内部有大量丝状网络，连接着一个个能量节点，这些节点持续不断地处理能量，整个系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温度，但局部又存在极端高温与低温区域。它诞生于一次巨大的爆发，从那之后就一直向外扩张，而现在它似乎正处于中年阶段。刚才那段话其实同时描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人类细胞，另一个是可观测宇宙。你看这两张图，左边是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右边则是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星系团之间被大量暗物质和气体形成的宇宙丝网连接在一起。2020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维罗纳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曾发表过一篇同行评审论文，专门比较人脑神经网络和宇宙网结构的相似度。他们测量了节点之间的连接数量、聚集方式以及高密度区域与空洞区域的比例，最后得出的相似系数是 0.87。 作为参考， 1.0 代表完全相同，而 0.87 已经高得有点离谱了。这已经不是吃饭时随口聊聊的巧合那么简单了。不过先别急，我得提前说清楚，这期内容不是要告诉你宇宙一定是活的，因为没人知道答案。真正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宇宙可能是某种生命体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不再只是哲学幻想，甚至越来越多严肃的物理学家也开始公开讨论它。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直接把人脑 CPU 干烧，因为宇宙的尺度已经大到完全超出人类直觉。先看你的手，大概17厘米，再放大10倍，你会看到皮肤细胞，尺寸大约 0.1毫米。继续放大，是细胞核，大约6微米。再往下是 DNA 链，只有2纳米。继续缩小，是单个原子，大约 0.1纳米。然后再往里是原子核， 0.0001纳米。到这里先停一下，认真看看这个原子，它内部 99.999999% 以上其实都是空的，中间那个原子核相对于整个原子来说小得离谱。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到足球场大小，那原子核大概只是一颗放在中场线上的玻璃珠，而电子大概飘在看台某个角落，甚至你根本没法真正确定它在哪。现在把镜头重新拉回宇宙，你会发现宇宙居然也差不多，宇宙同样 99.999999999% 以上都是空的。星系团、恒星、星云，还有我们能看见的一切物质，其实只占整个宇宙体积里极小的一部分，剩下的则是空洞、黑暗与虚无。于是一个老道几乎快被说烂的观点又出现了，原子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微型宇宙？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这个，而是组成你身体的那些原子本来就来自宇宙本身。你血液里的每一个铁原子都诞生于一场超新星爆炸，你骨头里的每一个钙原子都曾在一颗恒星内部燃烧了数百万年，最后随着恒星死亡被抛向宇宙。换句话说，你并不是存在于宇宙里，你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也意味着，当我们问宇宙会不会只是某种更大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时，其实也等于在问，我们这些由恒星残骸组成的生命，会不会也只是某个更高结构里的微小组成部分？每个细胞都有细胞膜，而细胞膜并不只是简单的一堵墙，它是一种主动边界，它决定什么能进入，什么必须离开，它区分内部和外部，并维持细胞继续活下去。而我们的宇宙似乎也有类似的东西，它叫宇宙世界，也就是可观测宇宙的边界，距离我们大约460亿光年。而在这层边界之外，空间可能还在继续延伸，甚至可能会一直延伸下去。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那里，到不了那里，
也无法向那里发送任何信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宇宙边界的行为真的很像一层细胞膜。于是，一个学校里几乎没人会问的问题出现了：这层膜的外面到底是什么？目前，物理学界大概有3种主流猜想。第一种，外面还是宇宙，宇宙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继续延伸，依然有星系、恒星、行星，可能是无限的，也可能不是。但无论怎样，外面还是更多宇宙。第二种，多元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泡泡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拥有不同的物理规则、不同的常数、不同的大爆炸起源，它们像肥皂泡一样漂浮，偶尔彼此碰撞。而第三种，也是最诡异的一种，宇宙在某个地方真正结束了，但结束之外并不是空旷空间，也不是另一个宇宙，而是某种完全超出空间这个概念的东西，某种我们现有物理学根本无法描述的存在。因为人类所有物理学都是在宇宙内部建立起来的，它根本没有工具去定义宇宙外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你身体里的一个干细胞，它同样不知道自己外面是什么。一个活在肝脏里的细胞不会理解什么叫意大利，不会理解什么叫海洋，也不会理解什么叫星期二。这些东西真实存在，它们甚至会影响那个细胞所处的环境，但那个细胞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存在。那对于我们的宇宙来说，意大利、海洋、星期二又对应着什么？在宇宙这层膜的外面，会不会也存在某种完全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东西？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我们能确定，如果宇宙真的是一个细胞，那它所属的那个生命体将庞大到完全无法理解，而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察觉过它的存在，就像干细胞也从未察觉过星期二。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更诡异了。暗能量是现代物理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它真实存在，而且确实在影响宇宙。科学家甚至能非常精准地测量它的效果，但问题是，没人知道它到底来自哪里。现在把它放进我们今天这个假设里再看，一个细胞靠什么活着？能量。细胞会从葡萄糖氧气中获取能量，然后用这些能量维持结构、执行功能，并继续存活。而这些能量并不是细胞凭空产生的，它来自外部环境，来自它所属的整个生命体。而暗能量同样不是来自宇宙内部的普通物质，它不是恒星产生的，不是黑洞产生的，也不是任何已知宇宙过程制造出来的。它的表现更像是空间本身自带的一种能量，仿佛宇宙空间天生就存在某种背景能量，而且随着宇宙膨胀，它还会不断增加。那如果暗能量其实并不是宇宙自己产生的东西呢？如果它是宇宙从外部获取的能量呢？来自宇宙之外，来自那个更庞大的存在。一个嵌入生命体中的细胞会一直浸泡在能量环境里，而这些能量来自那个生命体的新陈代谢，来自细胞根本无法感知的大尺度过程。细胞不会理解这一切，它只是接收这些能量，然后继续活着。那宇宙会不会也在做同样的事？会不会所谓的暗能量，这个现代物理学最大的谜团之一，其实只是某个巨大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能量，而我们的整个宇宙只是它体内的一颗细胞？我并不是在告诉你这就是真相，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假设目前并不违背已知观测数据，而且直到现在也没人能真正把它排除掉。宇宙网结构看起来几乎和脑神经元一模一样，宇宙内部大部分区域都是空的，就像原子一样。我们的宇宙还存在一个类似细胞膜的边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看不见来源未知的能量正不断涌入整个宇宙。一次巧合可以叫巧合，2次巧合会让人开始好奇，3次巧合就已经有点可疑了。而当第4个巧合也出现时，你至少该开始认真问一句，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而接下来问题会变得更黑暗，因为接下来的内容会越来越离谱。而下面这个事实几十年来一直让无数物理学家睡不着觉。宇宙似乎被精密调教过。先说引力常数，也就是引力强度，它现在的数值刚好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如果它稍微再强一点，宇宙会在大爆炸后的几秒内迅速塌缩；如果它稍微再弱一点，物质根本无法聚集成星系、恒星和行星。再来看强合力，也就是把原子核粘在一起的力量，
它同样精准的可怕。如果它增强 2%， 宇宙里将不会存在氢元素，而如果它减弱 2%， 那比氢更重的元素也不会出现，没有碳，没有氧，也不会有你。然后是和暗能量有关的宇宙学常数，它的精确程度已经离谱到几乎无法想象。只要偏差达到10的124方分之一，整个宇宙要么会膨胀得太快，物质根本来不及形成，要么瞬间坍塌。10的124方是什么概念？整个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总数大约只有10的80次方，也就是说，宇宙学常数的精度甚至需要比整个宇宙原子数量还多的小数位，这已经不是运气好能轻易解释的级别了。而目前物理学家真正认真讨论的解释大概只有3种。第一种，纯粹巧合，这些常数刚好落在适合生命存在的范围里，而我们之所以能观察到它们，只是因为如果它们不适合生命，我们也根本不会存在。这被称为仁则原理，它在逻辑上成立，但很多人依然觉得不够满意，因为它其实什么都没解释，它只是说因为我们存在，所以宇宙刚好适合我们存在。第二种解释是多元宇宙，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无限多个宇宙，每一个宇宙都拥有不同的物理常数组合，而我们只是恰好生活在那个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里。这个逻辑当然成立，但问题也一样，它依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这些常数偏偏会是现在这样。于是第三种可能出现了，也是最容易让人后背发凉的一种，这些常数其实是被设定出来的。那设定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有某种被我们称为神的存在，一个位于宇宙之外的高级生命主动选择了这些参数，也可能意味着这些参数是通过某种自然筛选机制留下来的，有点像生物进化，只有适合生存的宇宙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可能，因为细胞内部的化学环境同样也被精准调节着， pH 值、盐浓度、温度、细胞膜电压，这些数值没有一个是随机的，它们全部由细胞所属的那个生命体维持。生命体的新陈代谢决定了细胞所需的环境。那如果我们宇宙里的这些物理常数，比如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其实也不是随机的呢？如果它们只是某种更大生命体内部环境的一部分呢？就像一个干细胞，它根本不会理解为什么自己的 pH 值必须维持在 7.4， 它不会知道原因，它只知道必须如此。而接下来事情开始真正变得诡异了，因为这一部分居然还真有科学理论支持。1992年，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提出过一个大胆假设，名字叫宇宙自然选择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概意思是，当一个宇宙内部形成黑洞时，黑洞中心那个物理规律彻底失效的起点可能会触发一个新宇宙的诞生，而这个新宇宙会拥有略微不同的物理常数，就像 DNA 复制时偶尔会发生随机突变一样。于是那些更容易产生黑洞的宇宙就会诞生出更多后代宇宙，而这些后代又会继承相近的物理参数，久而久之，宇宙之间可能也会像生物一样发生自然选择。那些最适合制造黑洞的宇宙会不断繁衍，而不适合的宇宙则慢慢消失。那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宇宙最容易形成黑洞？答案是复杂化学结构、重元素、寿命极长的恒星、稳定运行的星系。换句话说，你需要一个和我们宇宙极其相似的世界。斯莫林的理论认为，宇宙也许像生命体一样在进化，能够生存和繁殖下去的宇宙都是那些适合产生复杂结构的宇宙，适合恒星，适合行星，适合海洋，甚至适合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是一场偶然，而是宇宙经过自然选择后留下来的结果。而如果黑洞真的会孕育新宇宙，那我们的宇宙也许早就已经拥有了无数后代，他们诞生于那些死亡恒星的残骸之中，却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此时此刻，就在银河系中心，一个质量相当于400万个太阳的超级黑洞正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的点里。接下来问题开始越来越像生命本身了。一个活细胞会发生什么？它吸收能量，处理能量，利用能量工作，产生废物，最后死亡。那宇宙呢？它同样从大爆炸与暗能量中获取能量，再把这些能量组织成恒星、行星与复杂结构，然后再把这些能量组织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星系、恒星、行星，甚至生命。接着它会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
一点点消耗这些能量，同时产生废物。而这个废物其实就是熵，也就是秩序缓慢走向混乱的过程，最终宇宙也会死去。在遥远未来，当最后一颗恒星熄灭，最后一个黑洞蒸发之后，整个宇宙会进入一种最大熵状态，温度彻底均匀，没有能量梯度，没有化学反应，没有复杂结构，一切都会彻底沉寂。而这种状态其实和死掉的细胞几乎一模一样，它依然存在，依然占据空间，但已经不再运作，不再活着。而现在的我们其实正处于宇宙新陈代谢的中段，恒星还在燃烧，行星还在形成，生命正在诞生。如果我们真的属于某个更大的生命体，那现在的宇宙或许就相当于一个仍在活跃工作的细胞，一个仍在运转的新陈代谢阶段。至于它到底在完成什么功能，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就像你身体里的干细胞，它会过滤毒素，制造蛋白质，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维持你这个生命。那一个由宇宙组成的生命体，宇宙本身又承担着什么功能？没人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我们至少还能继续追问一个更小却更诡异的问题：这个生命体知道我们的存在吗？而故事到这里开始真正反转了，你的细胞并不知道你存在，但你却知道它们存在。你一个由37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整体，最终变成了某种那些细胞单独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你拥有意识，会思考，会好奇，会在深夜突然开始怀疑宇宙到底是什么。而组成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无法理解这些，但它们组合在一起之后却创造出了你。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意识这种东西其实可以在任何尺度上诞生呢？那会不会由无数宇宙组成的某种更高生命体，也像你由细胞组成一样，已经拥有了意识？它会不会也在思考，也会困惑，也会在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夜晚里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而更可怕的是，会不会此时此刻真正替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正是我们自己？换句话说，会不会是宇宙正在借着我们思考他自己？不过先别急着觉得这只是哲学幻想，因为物理学其实真的给出过一些非常离谱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高维空间。在弦理论和 M 理论里，也就是目前最接近万物理论的候选理论之一，宇宙其实需要10维甚至11维时空才能成立，但我们只能感知4维、3维空间，加上1维时间，剩下那些维度如果存在，可能已经卷曲到极小尺度，小到我们根本探测不到，也可能它们延伸在某种我们仪器根本无法指向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正嵌套在某种更高维空间里，却完全察觉不到。你可以想象一个2维世界里的纸片人，他只能前后左右移动，他永远无法理解上下是什么，也不会知道自己其实只是一个3维物体表面上的图案，而那个3维物体可能又属于更大的空间，而我们也许就是那个纸片人。第二个可能更疯狂，我们的宇宙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2017年，著名物理学家艾伦古斯，宇宙暴涨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他提出，理论上一个高度先进的文明真的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宇宙。宇宙暴涨理论的提出者之一艾伦古斯曾发表过一篇相当离谱的论文。他认为，理论上一个高度先进的文明真的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一个新宇宙，而且这不是科幻，是正经物理学假设。因为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极端能量爆发可能会触发新的暴涨扩张，也就是一次新的大爆炸。随后，一个全新的时空泡泡会迅速膨胀，并形成属于它自己的宇宙。最诡异的地方在于，这个新宇宙并不会在实验室里膨胀，它会在自己的空间里扩张，一个全新的时空维度。它与实验室之间可能只通过最初那个量子事件产生联系。换句话说，对于那个新宇宙内部的生命来说，他们看到的会是一场大爆炸，一个宇宙起源，一个时间的开始。但对于实验室外面的创造者来说，这可能只是一场短暂实验，按下开关，观察结果，然后下班去吃午饭。如果这种事儿，未来的人类在几亿、几十亿年后理论上都有可能做到，那谁又能保证它没有在更久以前被别人做过？也许我们的宇宙本身就是某个高级文明的一场实验。先说目前真正确定的部分，有证据表明，宇宙网结构和脑神经元网络
在形态上确实高度相似。宇宙和细胞也共享很多类似特征，边界、能量流动方式、结构形成规律，甚至起源模式。这些相似点已经不是一句巧合就能轻易解释过去的程度了。与此同时，我们宇宙里的物理常数也被精准调节到了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范围。直到今天，科学界依然没有一个完全自然、统一、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更关键的是，现代物理学其实并不否定这些可能性，它并不否定我们的宇宙可能嵌套在更高维空间里，可能由某种高级文明创造，甚至可能只是无数繁殖宇宙中的其中一个。还有那个始终无法解释的暗能量，它 S 表现也确实很像某种来自宇宙外部的能量输入。当然，这一切都不能证明宇宙一定是活的，但至少它说明了一件事儿，这个问题本身是科学问题，而不只是幻想。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也没人能真正证明它是错的。而真正值得你带走的，其实是另一件事儿。人类目前观察到的所有尺度里，从量子世界到宇宙尺度，自然界似乎一直在重复同一种结构逻辑：网络、边界、能量流动、自组织结构、复杂系统。这些模式几乎横跨了45个数量级。它们当然不是同一样东西，但它们却总在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出现。那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这只是科学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巧合，但也可能宇宙本身真的存在某种模板，某种不断重复运行的规则，一种不断复制复杂结构的方法。而如果这种规律既能在细胞尺度上创造生命，又能在星系尺度上塑造宇宙，那真正的问题也许已经不是我们的宇宙是不是某种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而是这种结构到底会在什么尺度停止。低头看看你的手，里面有37万亿个细胞，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边界、自己的代谢、自己的运转系统，而它们没有任何一个知道你的存在。但你却站在这里看着星空，开始思考，又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你。而这种思考本身，这种对存在的怀疑，这种仰望宇宙时突然出现的困惑，也许才是真正特别的东西。不是细胞，不是化学反应，不是恒星，而是意识到自己存在这件事本身。